继豹二之后，挑战者二也出现了战损，这是挑战者二近30年首次在战斗中被摧毁，而且就战场态势来看，下一个就是 M1了。那么挑战者二是怎么损毁的？ M1能避免豹二与挑战者二的情况吗？自1994年列装服役以来，挑战者二因为建造数量少，并且极少被部署，没有一辆因战斗而损失，只有5次损伤记录，其中还有2次是友军误伤。第一次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，2辆挑战者二的敌我判别发生错误，导致互相开火，其中1辆挑战者二侧面装甲受损。第2次是美国 A10对挑战者二的误击，同样只是损伤，剩下那3次则是被敌方击伤。伊拉克战争期间，1辆挑战者二被8枚米兰反坦克导弹以及 N 枚 RPG 击动，但只是炮塔外部的观瞄设备受损，经过6个小时的整修就再度出勤，算是挑战者二的巅峰之战。剩下那2次损伤记录，一次是被炸弹袭击，一次是被 RPG 击中坦克手下装甲，划重点，手下装甲，等下会考。所以虽然挑战者二有多次受伤的经历，但没有被敌军摧毁的记录。俄乌战场的这次毁损还是头一次。那么俄乌战场上的挑战者二是怎么损毁的？这辆战损的挑战者二属于乌军第82旅，当前也就这一个部队配备了挑战者二，战损地点就是罗伯季涅附近，跟豹二属于是难兄难弟了。战损时间在9月4日，按照媒体上的消息表示，这辆挑战者二先是触发了1枚地雷，位于后部的油箱受损，导致坦克无法行进，在成员安全撤离之中又被1架柳叶刀击中，这一套流程下来谁都扛不住，挑战者二被干掉也是情有可原。不过在俄罗斯那边对于此事却是大放厥词，甚至表示可以被列入吉尼斯纪录。俄罗斯是欧洲第一个摧毁挑战者二的国家，火力军说句实话，没必要这样。战争中出现武器损失其实不值一提，无法影响整体战局，也无法彻底否认武器装备的性能。就比如这辆挑战者二虽然已经被摧毁，但不能说其性能不好。从流传出来的视频来看，挑战者二没有出现爆头的情况，炮塔没有被炸飞，成员的生存能力还是不错的，跟俄制坦克完全不一样。挑战者二跟大多数的西方坦克一样，弹药储存在炮塔的特殊隔间内，受到打击时炮弹会向外爆炸，而不是在坦克内部殉爆。苏联设计的 T72、T80、T90 弹药都是放在炮塔下方的一个环状区域内，发生殉爆后，炮塔跟车组人员一起飞出去。相比之下，火力军觉得还是西方坦克更有人情味一点。而且把摧毁挑战者二列入吉尼斯纪录真没必要。虽然英国一直说自家坦克最强，但实际如何，大家心里都有数。挑战者二虽然防御不错，体重70吨左右，但其最大的问题就是那个薄皮手下，装甲厚度仅有76毫米的均质钢板，这点在冷战时期不是什么大问题。挑战者二的预设战场就是在坦克掩体或者反斜面后面开炮，但是现在不行了。之前在伊拉克战场上就暴露过一次，为了弥补这个问题，英国为挑战者二定制了 DL2F 装甲套件。不过这样虽然加强了手下防御，但战斗权重又达到了75吨，速度受到了影响。而且就整体性能来说， M1A2 系列要比挑战者二好得多。之前科威特测试过 M1A2 与挑战者二，无论是机动、火控能力还是命中率等方面， M1A2 都优于挑战者二。英国最看好的远战能力也是如此，在2公里目标射击测试时，挑战者二型的 L30A1 主炮5发有2发未命中， M1A2 则是5发全数命中。在列间评测中， M1A2 在33秒钟满把命中4个不同的目标，挑战者二则花了66秒命中2个目标，2发未命中。挑战者二火控系统不行，基本可以实锤。在北约举办的银杯奖坦克射击比赛中，挑战者系列历来战绩不佳，说一句 M1A2 吊打挑战者二不过分。那么美国援乌的 M1能避免豹二挑战者二战损的命运吗？
火力军的看法是 M1 迟早会有战损。就俄乌战场当前的情况，无论是豹 2A4 挑战者2 M1 还是 T72、T62， 用法其实都一样，不存在什么本质上的区别。M1 坦克确实强，当初在海湾战争时期参战的1800多辆 M1没有一辆被伊拉克击毁，损失的那9辆都是友军误伤。后续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损失有所增加，达到了80多辆。但是在这2场战争中， M1 也创了一个世界纪录，一辆 M1 单挑7辆 T72， 并将其全部击毁，自己则全身而退。只是在俄乌战场上， M1 的战绩就不会那么耀眼了。其横扫中东有一个前提，拥有绝对制空权，而且对手也不行，要么是训练不足的装甲兵，要么就是路边炸弹或者伞兵手中的 RPG， 几乎没有势均力敌的装备。不过在当前的俄乌战场，装甲再厚也没什么用，地雷、无人机的组合了解一下，地雷面前人人平等。现在俄乌战场上的地雷太多了，坦克触雷的情况很普遍，大多数的情况下，坦克触雷只是履带被炸断，瘫痪后由无人机收尾。俄乌双方都是这样干的，而且现在的反坦克武器太多了，坦克的生存空间太小，这也是为什么英国要提出将坦克从陆军中淘汰。当然，如果正面硬刚的话，俄军坦克肯定打不过乌军。俄军现在坦克大多都是老装备，一堆 T55、T54、T10、T62M 这类的装备，都算是战力较强的了。所以就结果来看，只要坦克出现在战场，就一定会被摧毁。无论是俄军的 T90M 还是乌军的豹2、挑战者2，都是如此，这是军事常识。M1 出现战损也只是时间问题。不过武器出现损失很正常，扎波罗热那边的态势太过激烈，俄军地雷、乌军集束炮弹到处跑，如果没有一辆坦克战损，那才不正常。按照乌军公布的战报，9月5日击毁俄军9辆坦克、7辆装甲车、38门火炮；9月6日击毁俄军8辆坦克、12辆装甲车、36门火炮。其中俄军绝大部分的损失都在维尔博维附近。乌军第44独立炮兵旅使用155毫米集束弹药，摧毁了俄军大量的装备。接下来，乌军肯定会扩大攻击，并且切断 T0401，也就是托克马克、波洛伊的道路。还有一小部分来自巴赫穆特，乌军在这地方的攻势不亚于维尔博维方向。至于其他战线，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化。俄军正忙着拆东墙补西墙，要拯救托克马克、巴赫穆特，没精力再去照顾其他地方了。除了俄乌战线，乌克兰外部的消息也很有意思，就比如黑海粮食协议问题，埃尔多安去俄罗斯的时候信心满满，表示绝对没问题，结果跟普京开完会后心态就爆炸了。还有波兰与白俄罗斯最近又玩出了新花样。波兰与白俄罗斯这边的争执颇有回合制的感觉，你给我一拳，我还你一脚。前段时间，为了抵御可能会发生的入侵，波兰调集了大量武器装备，从波兰西部地区运输到东部地区。白俄罗斯这边也是把瓦格纳集团部署到边境地区。虽然瓦格纳士兵现在撤退了不少，但波兰与白俄罗斯的问题没有消失，反而愈演愈烈。白俄罗斯国家边境委员会在9月1日发布声明表示，波兰一架米格24以超低空飞行姿态躲避雷达监测，从格罗德诺州别拉斯塔维斯基区长途奔袭，深入白俄罗斯境内，然后返回了波兰。然后白俄罗斯就召见了波兰特使，希望波兰能做出一个解释。只是波兰否认了此事，表示这是一个谎言，是白俄罗斯发起的挑衅行动，为侵略波兰寻找理由。这一幕是不是似曾相识？上个月也有类似的场景，只是原告与被告调换了一下。8月1日的时候，波兰国防部发布声明，白俄罗斯的米24与米8在边境附近演习时侵犯了波兰领空，同样采取了超低空飞行，避免被雷达发现。波兰同样召见了白俄罗斯代办，希望就此事给一个解释。白俄罗斯这边也是否认3连，表示我没有，不是我。这两件事对比一下，不能说相似，只能说一模一样。相同的当事人，相同的事件，事实到底如何，火力军也没办法判断。当然，真相是什么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波兰与白俄罗斯的边境危机确实存在。如果上升到军事冲突，地点大概率就是苏瓦乌基走廊，其位于波兰和立陶宛之间，连接加里宁格勒和白俄罗斯。
如果白俄罗斯成为瓦格纳的跳板，可能会导致波兰与立陶宛之间的联系中断，也能增加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之间的合作。战争的规模比俄乌战争都要大，可以理解为北约下场。不过就火力军来看，波兰一个人就够了。8月3日，就白俄罗斯战机入侵领空一事，波兰将战斗直升机重新调遣至波白边境，并且已经全副武装，随时准备应战。8月10日，波兰宣布，接下来将在与白俄罗斯接壤地带部署1万名士兵，其中4000人直接增援边境警卫队，6000人作为预备队驻扎各自防区。波兰已经准备就绪。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波兰之前的阅兵式？这是冷战后数十年来规模最大的一场，先进武器很多，美制 M1、海马斯、爱国者、韩国 K2、K9，还有波兰自产的克拉布火炮。就地面力量来说，波兰要远超乌克兰。空军这边，波兰也已经买 F-35了，吊打俄空天军。反观白俄罗斯，战力急剧下滑，瓦格纳士兵已经走了一部分，还剩下多少说不准。至于黑海粮食协议问题，只能说俄罗斯的胃口太大了。可能有人觉得俄罗斯不愿意重返粮食协议，原因是乌克兰没有诚意。实际上，事实与此相反。埃尔多安与普京开会的时候，俄罗斯重复了重返协议的7个先决条件。火力军简单总结一下：第一，撤掉对俄罗斯粮食和化肥出口的制裁；第二，将俄银行重新纳入 SWIFT 体系；第三，恢复俄罗斯在农业方面的配件供应；第四，解决俄罗斯粮食出口保险的所有问题；第五，保障俄罗斯扩大化肥以及化肥原料的出口；第六，解冻与俄罗斯农业相关的资产；第七，恢复粮食交易的人道主义初心。可以看出，上述前6条条件主要还是俄罗斯想用黑海粮食协议作为杠杆，解决西方对自己的制裁，特别是允许俄罗斯重返 SWIFT 体系。不是乌克兰没诚意，是俄罗斯要求太高。这就相当于火力军去买早餐，饭店老板却要求火力军帮他儿子找一个貌若天仙的老婆，着实有点强人所难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俄罗斯通过攻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，阻拦乌克兰的出口，而自己趁世界粮食价格上涨，增加粮食出口，获得了巨额利润，实在是太脏了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各位觉得 M1 什么时候会在俄乌战场出现战损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，各位也可以在下方指正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